國的電動車市場的紅利只剩下非洲了嗎？還是連非洲也很難幸存呢？今天帶你們快來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要跟大家來聊聊電動車市場。你想到電動車呢，一定想到那當然就是中國的天下了，沒錯。所以呢，其實我們看到了在中國7月份的一些電動車的一些數據啊，就覺得當中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趕快來跟大家聊聊我們的分析哦。好，我們來看7月份的一些數字呢，你就看到了中國的電動車市場啊，還是持續的內卷。其實中國的電動車出海，大家知道它。已經從這個市場的內卷，然後往外出海你要挑地方，美國直接不讓你去，歐洲呢現在呢越來越有警覺心，所以呢那個貿易壁壘呢好像也越築越高，所以呢現在呢中國看到了一個新的成長的市場，叫做非洲，這是有脈絡可循的。那我們先從數字面來帶您看，我們看7月份的一些數字啊，那整體來講呢，當然中國的一個電動車市場，它的一個滲透率，它的覆蓋率越來越高，大家幾乎你現在要買新車的話，你就說，哎呀，那我來買個電動車好了。很少人會說，哎呀，我要去買一台燃油車，大家會覺得你很老派，很掉漆。好，那於是呢，大家都開始買電動車，它的一個滲透率就越來越高。目前你看到在中國市場當中，電動車的滲透率已經高達65%，這個數字呢，其實已經來到了一個成熟期了哦。所以呢，其實現在呢，當大家都說我要買電動車的時候，哇，那個內捲起來的程度要人命啊！我們來簡單舉例給大家看數字。7月份，比亞迪它的一個年減呢是9%，那吉利汽車呢也是9%，7%、9%的一個年減哦。那個幅度呢，其實都已經看得讓你覺得膽戰心驚。但是呢，同時間你看到了為什麼這些大牌子，你說電動車的第一品牌，對不对？比亞迪敵王嘛，對吧？它為什麼在中國市場呢？這個內卷是一回事，為什麼有一點賣不起來、賣不動的感覺？那是因為中國呢現在的一個電動車的補貼正在往下降當中。看到了它的一個電動車補貼，其實大概降了30%幾左右哦。以前呢可能一輛車可以補貼你15000的一個這個人民幣，但現在呢頂多來個上限補貼你1萬。人民幣左右啊，那就比以前少5000啊。那5000你說多不多？5000多啊。我們來看到，其實在去年2025年一直賣到2026年，賣到今年都一直賣得非常好的一輛車，吉利的星願。哇，這輛掀背小車賣得真好。那你說它定價多少錢？6萬多人民幣。所以你說它補貼1萬，很不錯對吧？那你說那少那5000很多，所以你就看到了，在中國的一個市場當中啊，現在呢這個已經開始大家強調的一定是要性價比，然後呢平價小車賣得好，那種呢中高階的呢那不一定賣得那麼好。那於是有另外一個數字很有意思哦，這是為什麼今天想跟大家來好好聊聊整個中國內部的市場價格戰。不斷的內卷，然後整體的市場是在萎縮的，然後同時間你看到它的出口數字非常的棒哦。中國的出口數字呢，在上半年呢出口就多達71%的一個成長幅度哦。那所以你就說哇不得了，賣得很好，拍手啊！賣到哪裡去？賣到歐洲。美國沒得賣啊，所以歐洲賣的很多。那我們來看歐洲幾個市場當中呢，其實呢7月份的數字也都非常的亮眼。比如說歐洲呢整體來講，7月份的一個電動車的銷售數字成長了33%，來到45萬輛。那其實個別國家當中成長幅度也非常大哦，主要呢都是這些國家它都有在祭出新的補貼的政策，比如說像西班牙，像是法國呢成長的幅度有81%，另外像是德國成長的幅度有46%，英國成長幅度有43%，所以呢成長幅度都是大拇指的哦。所以呢這些市場現在看起來，當然你說中國有沒有在當中這個馳騁要這個搶佔市場？當然有，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中國車企到了這樣的一個市場來都如魚得水，也是有一些踢到鐵板的哦。那我們就簡單舉例，誰踢到鐵板？蔚來汽車。蔚來汽車其實在中國的一個內地市場當中還算不錯。那它的一個這個長處呢，或者是它的優勢，或者是它吸引人的賣點，就是說我可以換電池，你不用在那邊充電，對不對？
我開到了它的一個這個換電站，我就直接換了一顆充飽的電池，我就開走了，對不對？頂多5分鐘。好了，那這一套呢，在中國內地市場當中有喜歡的人哦，它也算賣得不錯哦。到了歐洲去哦。不行啊！我們來看未來哦，你看到那個數字，我就第一次看到數字，我想說我看錯了嗎？7月份的數字，蔚來汽車在德國，它賣了幾輛車？3輛車，我還不能定另外一隻手，3輛車。後面我沒有小林，他就賣3輛車，說怎麼那麼爛啊？哦，還有更爛的，他在荷蘭只賣2輛。所以你看到他在歐洲，怎麼會這麼慘遭滑鐵盧？因為它沒有換電站，所以呢，它本來在這個中國內地市場的一個優勢呢，到了這個歐洲去，那就讓不起來了嘛。那但是呢，你說中國車企在歐洲真的賣不好嗎？沒有，人家賣得很好。你看比亞迪光7月份在德國還賣了5000多輛車，小鵬呢7月份在德國也賣了1200多輛車。所以呢，其實，在歐洲市場，你還是這些車企呢，這個你要捲起來，你就開始要有你的長處，你如何吸引人，然後你怎麼樣這個去虜獲歐洲消費者的心哦，也是有賣得好的，所以未來應該是它個別問題了哦。好，但是呢，剛提到了，現在中國的車企呢，他們找到了一個新的一個希望好好去拓展的市場，那就是非洲。因為非洲呢是目前為止不像這個美國就不讓你來賣，不像歐洲現在越來越對這個中國的車企有警覺心，非洲呢則是敞開雙臂你快點來征服我吧。好，我們看到了像歐洲。非洲呢，其實現在有好幾個國家，他們希望他們的國家能夠這個汽車也可以先進，也可以跟上這些先進國家的腳步哦。所以呢，你看到他們現在像衣索比亞，他們就有關稅優惠，希望這些外資，希望中企到他們的國家裡頭來，然後辦廠啊，有工作機會啊，也可以讓他們的科技升級啊。然後呢，你看到南非一樣給了很多的生產的一個補助，然後關稅的優惠，還有你的投資的一些補貼等等等非常多。所以呢，你看到了中國的企業，比如說奇瑞汽車呢，7月份它就在南非當地收購了一家日產的一個這個汽車工廠。未來呢，奇瑞汽車就要把它的一個這個重心就設在南非，要在當地組裝汽車。另外呢，我們看到北汽呢也在南非的伊麗莎白港同樣設廠，那一樣在這個地方可以組裝汽車。所以呢，從以前的一個模式是在中國把車做好，然後呢我運到當地去賣。現在呢，已經在當地設廠，要在地化生產。當然，一來可以省關稅，二來可以有當地的一些政府的一些補貼。再來呢，我就可以宣傳，我就是非洲在地生產的一輛汽車了，希望可以虜獲當地人的心哦。你說非洲人他會買車嗎？他會買，但是以前非洲人喜歡買二手車，所以全世界二手車幾乎都賣到非洲去。但是那是因為價格的一個考量。如果說中國的一些車企，我可以新車賣的跟人家的二手車一樣，差不多價錢的話，那你是非洲人，你要買新車還買舊的？那我當然就買新的嘛，我就是價格考量我才買二手車，不然有新的我也要買新車啊。所以呢，現在非洲變成了大家競逐的一個新的一個市場。好，但非洲也有一個先天的難題，就在於電動車要什麼？電嘛，那它的基礎建設呢沒那麼好，所以呢它的供電不是那麼樣的穩定，充電站可能也是一個大問題，所以呢要到這個非洲去哇，那真的。你還記得那個故事嗎？你說到了這個非洲去，然後看到非洲人都沒穿鞋，對不對？那就兩種想法，一個呢就是個消極想法，說他們不穿鞋，我這個賣鞋的我可能就沒機會。另外一個賣鞋的說，哇，不得了了，你看這麼多人打赤腳都沒穿鞋，你一人買一雙我都賺翻了。所以呢，現在中國的一些車企到了非洲去呢，除了看中了他們的一個這個汽車市場之外呢，可以把整條供應鏈拉起來哦。我再幫你基礎建設，對不對？一帶一路，然後我幫你蓋電廠，我幫你做基礎建設，我幫你供電穩定，或許呢也是另外一個想法哦。除了看到非洲之外呢，其實現在的中國車企還有一個這個可以說是天外飛來的驚喜啊，就是呢這伊朗戰爭一爆發突然間訂單雪片般飛來，什麼訂單啊？就是這些大型的這個電動的一些大卡車了。過去呢大家會覺得我買電動卡車，我可以省一點柴油錢，對吧？
但是呢，後來他們拉了一個買車然後回本的一個時間的年限，大家抓買一輛車我大概要28個月哦才可以回本。但是呢，因為伊朗戰爭一打，哇，這個油價不是噴上去嘛，所以呢，突然間，我只要18個月，我買電動的一個這個卡車呢，我就可以回本。所以大家現在呢又覺得好像挺划算的，所以呢你就覺得這個世界很奇妙。天外的伊朗的一顆飛彈打仗啦，居然最後化成了在深圳的電動車廠的一張訂單，這個是天外飛來意外之喜啊。那當然呢，這個是地緣政治導致的，讓大家對於這個車輛的一個想象不一樣的選擇哦。不過呢，其實電動車業當中，其實現在呢也進展到，大家會覺得說電動車的一些零組件，是不是需要稀土啊？一些什麼樣的零組件啊？一些的金屬的一些原材料啊？過去大家覺得說，哇，這個電動車當中啊，中國產出了非常多的一些這個可以卡關全世界的一些很重要的原材料零組件。但是呢，現在呢，在中國發展出了一套循環經濟啊。以前你說我要電動車，我要去採礦，對不對？我要有這個鎢的一個元素，我要什麼樣稀土的元素等等等，我要有鋰呀，對不对？鋰電池啊，什麼等等等。但是呢，其實現在的循環經濟是，以前大家覺得電動車啊有點供過於求，所以有很多汽車的墳場。但是現在卻發現，不，那不是墳場，那叫城市的礦山。因為呢，這些汽車其實都不可以被拆解再利用，所以呢，中國現在看到了這一點商機啊，所以他們現在呢已經開始用這個鋪陳的方式，在法律上先做一些事前的一些規定。比如說呢，他們做了一個電池護照的一個制度哦，什麼意思呢？電池當中它當然有非常多稀有的一些金屬材料，所以呢，這個電池的一個護照就是我這顆電池它裡面是什麼樣的一些這個化學元素的組成，它有哪一些的金屬在裡面，含量各是多少，然後這顆這個電池呢，它上頭還有追蹤器，所以呢，這個電池的護照呢就會跟着它。以後呢，這個你的車報廢了，對不對？我透過電池的護照我就知道，哎呀，你這個電池裡面還有哪些東西，我可以拿來重複再利用。他們未來的目標是希望每一顆電池呢，它的一個重複使用率可以高達98.5%，回收之後重新拆解之後再利用。所以呢，你看到了現在啊，這個中國的循環經濟啊，希望可以在電動車身上呢能夠run起來了哦。那如果真的話，一方面很環保，二方面可以節省成本嘛。因為現在呢，看到了很多的一些電動車的一些這個原材料，在 AI 年代，大家都說這個供應鏈通膨嘛，對吧？大家都在搶零組件的一個通膨過程當中，很多電動車它所需要的零件呢，其實也是很難幸免啊。所以呢，你看到現在電動車市場其實很不健康，對不对？你說不斷內卷，那個價格一直這個不斷的在往下掉，然後呢，這個零組件的一個成本呢又在往上墊高，然後市場又這個非常的內卷啊！你說哇，這些車企好辛苦啊！我如果是車企的老闆，我一定是很想殺死自己。我當初為什麼要選這個賽道？我去賣麵是不是更好一點？我搞了一個這個非常需要重資金投入的一個賽道，然後現在捲成這個樣子，哇媽！我要是王傳福，我肯定要昏倒。還好我是都姓王，但我不是王傳福。好，不過呢，最後今天想跟大家來聊的是啊，其實這個電動車現在真的面臨到一個非常辛苦的一個狀況。我們剛剛跟大家分析了它如何在中國市場的內卷，到出海。不出海就出局嘛，對吧？我要出海啊，出海到美國啊，不好意思，此路不通；出海到歐洲，哎呀，現在關稅壁壘越來越高。然後我要出海到非洲去，非洲哎呀，又這個電又不穩定，我也是很辛苦，還要重新幫你拉電線，然後再賣給你電動車，超級辛苦。然後呢，零組件的問題我要怎麼樣解決？我想到了，我用循環經濟，我用城市礦山，感覺你覺得這個車企呢是關關難過關關過，對不對？我此路不通，我趕快找到另外一條彎道，也想要超車，你覺得很辛苦，但現在還有更辛苦的，因為現在呢，這個電動車的行業車企，它要開始跟全世界搶錢，什麼意思？現在的資金啊非常貴，現在高利率年代啊，你要怎麼樣跟世界搶錢就很辛苦。
過去我們剛剛講了很多車企跟自己的車企競爭，對吧？但現在的車企它要跟誰競爭呢？現在已經講求資金效率、資金的機會成本。比如說你有一筆錢，好，這筆錢呢，你要投資誰呢？車企就會說你來投資我，我告訴你我的未來願景很好，你看我已經想到了循環經濟，我找到了一個新的市場叫非洲，你來投資我，對不對？好，但是呢，你說我是那個有錢的人，我要投資你嗎？我考慮，因為同時間有另外一個美債殖利率很高啊，美債說你不用去蓋車廠，你不用擔心什麼循環經濟，你不用擔心現在有別的車企跟你內卷那個價格戰，你就坐在那個地方納涼，翹腳躺下躺平，你就可以拿那個殖利率高高的，好，你什麼事都不用做。然後另外還有一批人告訴你說，我是 AI 產業，我成長，對不對？我的企業成長，哎呀，3年、5年、10年，那是人類的未來。你投資我 AI 產業，哎呀，我們趕快買到成長。所以你說，一方面是躺着不用動，我躺平，殖利率高高的；另外一面呢，是我買成長，哦，那個成長可能是3成、5成、8成1倍，對不对？然後另外你再回頭看這些車企，價格戰、內卷。哎呀，這個下個月賣的比這個月便宜的車價，那你要投資誰？所以呢，現在車企很辛苦，就是這樣子哦，他要去融資哦，融資成本很高，跟大家去搶錢，哇，好辛苦。所以呢，剛剛這個大哉問就問你啦，你是要躺平拿殖利率，你去買美債，還是你要投資成長的 AI 產業，還是你要投資汽車產業呢？哎呀，問你，捫心自問，你就可以想到現在的汽車產業有多辛苦了。也就是說，未來這些汽車產業，你要買車，你願意付的溢價可能就少了。也就是說啊，現在這些汽車產業可能未來真的會更辛苦了哦。不管你有沒有找到一個新的非洲市場，你都很辛苦。好，這是今天幫大家整理的，看到了7月份的一些汽車銷售數字，趕快跟大家來分析一下未來的電動車產業，有多艱辛。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咯，我們下回見，拜拜。